好，那么恭喜各位来到了 Unit 1的 C 部分单词应用。那么之前的词汇大家反复过，那么如果有发现很快有遗忘的情况，很正常。我说过，单词记忆就是要遗忘的，你最终需要获得的是语感。所以接下来这个部分就是给各位语感，沉住气啊，沉住气。来，我们来看单词应用。那么我敢保证，虽然是第一单元，但是这个 C 部分一旦讲完，各位就会充分的理解为什么当句子听得似懂非懂的时候还要听。为什么你最害怕的就是看到整个一个网站的页面是全英文，你还得看？因为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你语言能力的问题。我们接下来这个部分就是需要克服这个。所以不管你现在语法有多糟糕，因为坐在电视机屏幕对面听我朱伟课的人呢成千上万，那很有可能有些人基础特别弱。那么对于这样的同学，我要特别给一个提醒，一定要沉住气，你反复听，慢慢很多事儿就明白了啊。那么来，我们看，首先第一个词叫 state， 它做名词状况，我给了一个这样的例句。07年 Tax 4这句话大家可以看一看，叫 The current state of affairs。 来，这里的 state of affairs 它指的就是 state， 叫状况、情况，就好像事实真相可以叫 truth， 但是老美经常写作的时候有一个搭配叫做 truth of matter， 叫事实真相，那其实还是真相。这个 matter 做名词叫事件，做动词的意思叫非常重要，叫体现出重要性。比如说活着就是一件最重要的事，你说英语怎么说？你有时候就可以用 living matters， 爱特别重要，对于我们每个人 ，love matters 就结束。它可以做不及物动词，这特别酷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不重要，没关系，怎么说 ？It doesn't matter。怎么就从来没有人会用 it matters？ 叫这很重要，这有关系，叫 it matters。所以各位这个词考动词用法是考试当中的关键。接下来啊，我扩展的部分特别记。那么做名词叫事件 ，truth of matter 跟 truth 差不多，都叫事实真相。那么这里的 state of affairs 也是一个这样的搭配啊 ，state of affairs 叫做事情的状况啊，叫目前的状况 may have been encouraged， 目前的状况被鼓舞 ，may have been encouraged 得到了鼓舞，得到了鼓励，什么意思呢 ？by 来插入语我都先不看，如果这是阅读题，插入语部分先不管它。Though not justified， 即使不叫公正，即使谈不上正确，即使谈不上正当。你看，大家会发现我的翻译很可能跟书中有很多细节都有差别。我就是想跟各位体现，精确的文字的推敲，在书中我已经做完了。对于《恋恋有词》这本新版的书，里面的内容就是标杆。但是在讲的时候，我想提醒各位的是，你们在考试的时候拿到一道题。一篇文章，你怎么可能每句话翻译的那么漂亮？没时间，你的语感是读完之后抓住句子核心就可以，翻译的部分粗糙的带过就行。只有一种题需要你精确的去把文字做最后的润色，就是翻译题。这就是为什么整个试卷翻译题只有5道题，只有5个句子，却给你20分钟的备考时间。因为这个板块的标准考试时间是20分钟，大家想想看，根本这么长的时间给你，很多人玩1年共2分钟搞定了，凭什么翻译5句话要20分钟？一篇阅读，大家看看。标准的阅读解题，从时间到最后读完文章到最后解题，标准的时间，一篇文章的标准时间是15分钟。虽然老师会告诉大家很多部分可以省时间，把阅读拉到18分钟一篇。你想一篇文章500多个单词，他才给你15分钟时间，还要做5道题，凭什么翻译给你20分钟？因为那个部分需要你润色，去把句子撸顺。听懂我的意思了吗？所以各位不要去纠结。我们读这个句子的时候，我需要各位的姿态是语感，迅速带过，抓住句子主干，然后去看看这个词在句子当中如何体现的，来增加你的语感。叫目前的状况得到了鼓舞，即使不叫正当，怎么样 ？By the lack of legal penalty， 由于缺乏法律惩罚 ，penalty 记一下，叫做惩罚。比如说死刑就可以翻译成叫 death penalty。写下来啊 ，penalty 这个词我就省略了，叫 death penalty， 叫死刑，所以叫由于缺乏法律上的惩罚 ，in America but not Europe， 在美国欧洲并不是，至少在美国是这样，在欧洲不是这样。在美国呢没有处罚，所以这种状况就得到了鼓励。即使没有被法律认可是正当，至少也得到了鼓励，就是说法律没有规定的空白地区，就这个意思啊。For data leakage， 你看最后再理顺，英文是一层一层往后拨。你看最后出现了叫数据泄露，也就是说关于数据泄露这个事儿，大家看整个句子的主干叫做 current state be encouraged by the lack of legal penalty for data leakage。所以句子核心就是对于数据泄露方面法律惩罚的缺乏，导致这种现象被推动。你看 encouraged。
就这个意思。那么这里有个动词，最后我需要扩展的就是这个词叫 justify， 它来自于一个大家都认识的词，这个词很奇怪，做形容词大家都不关注 ，just 大家只知道它做副词叫仅仅，那么它做形容词的第一个意思叫正确的，因为有一个词叫社会公正，怎么说的？叫 justice。这也是我推荐各位必须要看的一个美国的公开课 Open Course。大家提到 Harvard， 只知道有一门公开课很有名，叫幸福课。其实 Harvard 有个教授叫 Michael Sandel 讲了一门课特别棒，叫 Justice。我真推荐考研的同学去看。为什么？因为社会公正这个话题本来就符合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而中国的英语考试的作文部分考的就是主流价值观，家庭啊、信仰啊、幸福啊、学会爱人啊，对吧？合作啊。所以，关于公正这样的主流价值观，你看完之后可以获得大量的素材。因为美国人讲课跟中国人不一样，案例特别多，所以大家会发现我在讲课的时候也会扯一些东西。你可以认为是扯淡，但相关性方面来考虑的话，它是有必要的。所以这个句子大家去看，这个句大家去看，一共就10集，每一集45分钟。Justice 讲得特别的好啊，你可以从它里面学到很多东西。比如它的第一集，教授刚进来刚开始，他就是先抛出一个故事的，那这样的一个开头就可以迅速把人吸引。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像这个柴静在讲雾霾事件刚上来讲他女儿的生病这个事，他提出环境污染，然后女儿这个出来有肿瘤，但他并没有直接说两者有明显的叫因果关系，叫 causal relationship， 叫因果关系 causal， 你看 cause 叫原因 ，causal relation 叫因果关系。他没有直接说，但他通过这个故事来引出一个逻辑，就是因为我女儿生病了，这么小得病，我心里面就会有负担，我会觉得是不是跟环境污染有关，所以于是推动他去研究环境污染和人的身体变化之间的关系。你看，这个就非常的聪明。同样的道理，刚刚推荐的那门课叫 Justice， 你看那个教授特别屌，他走进会场不着急解释，中国人讲课是公正，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是，而谁谁谁的定义却是，这种讲课过于学究。所以真正的好的课上来干嘛？来，你们写作文也一样，第一段描写漫画或者描写图表，语言应该生动一些，轻松一些，而不是背模板。正如图中所示，文绉绉的啊。所以你看那个教授进来，我说慢一点，你们一定比自己想象的优秀。在屏幕对面眉头紧锁来注意听，这个教授开场，精确的我不记得，但是大概的感觉是，你看你能听懂多少？教授要讲一门课叫公正，他不着急，他走进一个会场，他说 ，This is a course about justice. And we begin with the story. Suppose you are a trolley car driver and you are driving a trolley car on a track. At the end of this track, you find there were 5 workers working there. Suddenly, you find the brakes of your car don't work. If you go straight ahead, you may crash into these 5 workers and kill them all. But at the same time, off to the right side, you find there is only one person working on the track. Your wheel still works. You can turn your wheel to the right side, choose to kill only one person, then sparing the other 5. Here is the question.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What would you do? Who can stand up and volunteer me some reasons? 来，各位，你相信我，一定有些部分似懂非懂。当你刚刚倒过去再听第2遍，你就会发现里面依旧有很多字你听不懂，但是影响你抓住整个句子段落的主旨嘛？不就是杀1个还是杀5个嘛？你的车刹车坏了，你是往前继续开撞死那5个工人，还是侧面 side track 侧轨轨道？你看 track side track 叫侧轨 side track track 叫轨道，对吧？侧轨有1个，你选杀哪个？所以大家看，通过这个故事利益就高了。他从这个故事开场就告诉你，我们一提到公正，以为就是一碗水端平，叫 on average 平均，其实不是。公正有时候意味着部分放弃，公正有时候意味着 sacrifice 牺牲。你看，这就是利益。你说你这样的开场标准，他讲完这个再去探讨这个话题叫 justice。所以各位，你们一定要记住，背单词是没有出路的，要多听多学啊，这不矛盾。好。好好体会一下整个句子，这一句过了，往下走，扩展的部分好好吸收啊，这都是提高你们英语能力的。1遍不懂就2遍，2遍不懂3遍。你比别人笨，基本功弱，我靠，你搞你5分钟搞定的事，老子搞50分钟，我就不信了。要一股狠劲啊，对自己狠一点。来，第2个词读一下 ，statistical， 统计学的。07年 ，Text 2，
我们来看看07年 Text 2啊，叫 super high scores 超高的分数 ，like Vol 7s， 你看管他是什么名字啊，这个人 are no longer possible。这样的高分不太可能再有了 ，because scoring is now based on， 你看搭配结构出现 be based on， 叫因为计分方式现在依据的是 be based on， 不就学会了吗？现在计分是依据 a statistical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统计学的人口分配 among age peers。你说老师我不认识 peer， 你总认识 age 吧，对吧？依据大概也知道，在依据年龄进行人口的统计学分配，依据年龄 age peers。peer 叫什么？很多人说不定 peer 背的是动词，叫盯着看，有个短语叫 peer rat。不着急，后面有专题会讲盯着看。不着急啊，跟我来，我前面铺垫，点到为止。这句话的重点不在这儿，但问题是很多人不知道 peer 除了做动词叫盯着看，叫 peer rat， 它还有一个意思，做名词叫同辈人，辈分一致的人，就是我们说的 buddy， 或者美国黑人说 Hey my man， 就那种我的人叫 buddy， 或者 brother my brothers 啊 peer。同辈，所以叫依据年龄段进行人口分配。以前在一起考，比如说托福考试，一群人在一起考，妈，我英语学了30多年的人，跟你学了3天的人在一起考，他分数当然会有差异，超高分当然有一些人会有，因为对于他来说可能很简单，他学了30年，但是按年龄分配，大家起跑点一样了，学的时间一样长，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夸张的分差，就这个意思。这句话啊，不多说。你看 statistical 统计学的人口 population 分配，哎呦，重点词在里面有一个叫 distribution。来跟我读一遍 distribution 分配，这里不赘述，后面你们所有在前面留下的疑问，我拍着我的胸和我胸中间的沟跟你们承诺，在最后10个单元全部能得到解决啊！我读个大串讲，所以现在点到为止，我们重点在 statistical， 跟我一步步来，不着急啊！来，那么看得似懂非懂的就低头看句子啊，把书中的部分看过就可以了。来，下一个 statement， 看这一句。哇，看起来好长呐 ！Statement 叫表述、陈述，对吧？一观点。A string of accidents， 来标下这个笔记，做 a string of。凡是出现短语 a 加个名词叫 of， 或者名词复数 of， 写下来啊。凡是 a 名词 of 或者名词复数 of， 全部代表什么呢？代表一系列。只要有这个部分的啊 ，a 加名词 of 或者名词的复数啊 ，s 指的是复数啊，加 of 都可以。否则你太被动，你不做这样的总结，你学习就很被动。你今天背了 a string of 叫一系列，因为 string 叫一条线嘛。你明天背 a series of， 你就反应不过来，依旧叫一系列。你后天背的是 a chunk of， 叫一堆。你大后天突然发现悲剧来了 ，a set of， 一辈子都学过一个动词叫 set， 叫设置，突然发现放在这儿做名词，你不会翻了。它叫一组一系列，其实就是我讲的所有这一些来做笔记，全部翻译成 some 或者 many。我就不信还有人课讲的有我清楚，关于词汇方面就这么简单，大家点到就可以记啊。只要是 a 名词 of， 因为阅读当中大量出现，你明天还会碰到别的 a stack of， 你又晕了，不重要，这就是学习方法，简单，叫许多 accidents 啊，一系列的 accidents 就这么翻就可以了，一系列的意外。Including the partial collapse of a cooling tower in 2007， 包括07年冷却塔。你看 cooling tower， 这是核工业nuclear industry， 核产业当中需要的一个关键设备，叫冷却塔，对不对？07年的 cooling tower 的 partial 部分的 collapse 瘫痪 ，collapse 崩溃瘫痪。一系列偶然事件，包括07年冷却塔的部分瘫痪 ，and the discovery of an underground pipe system leakage。并且是关于哪个的发现？发现了地下的管道系统的泄漏。你看，跟核有关，只要提到一个词叫 leakage， 就很紧张，对吧？好 ，raised serious， 看到没有？主语在这儿 ，accident， 谓语动词在这儿 ，raised， 引起了 serious questions， 引起了大量严重的质疑 about both Vermont Yankees safety， 质疑这家公司的安全性啊 ，Vermont Yankee， 你管他是谁？安全性 and Entergy's management， 质疑这个 Entergy 这个组织或者公司的管理水平 management 经理人 ，especially after the company made misleading statements about the pipe， 特别是在公司对于这个管道做了一些有误导性的陈述之后，你看 misleading 来自于一个前缀 miss， 叫误，因为 miss 本来就有不好的意思，错过 miss， 对不对 ？misleading， 大家至少以前学过一个词叫做
误解叫 misunderstanding， 这个词就出来了。你看结构清清楚楚。好，体会一下过啊。那么我说体会一下的时候，你们可以按个暂停，如果没有理顺的话，可以暂停读一遍，啪，再暂停听诸位讲下一句，这样提高是非常实实在在的。我还是那句话，就要去面对这种你很害怕的一堆的英文句子，你要面对它，你不要怕它。我们有40个单元，你可以反复被我洗脑，我们反复这么洗，反复这么洗，反复这么洗，到最后就没有畏惧了，因为你熟悉它了。所以为什么我说大家一定要去课外阅读？我还记得在导学部分，我推荐了3本原文阅读的刊物，你们一定抽空至少买其中1本，至少吧，拿来读。因为考试那天你看到的文章全是新的，很多人只看真题就废了，因为真题你当然你每篇真题搞4遍这是应该的，但是关键你只做真题，考试那天又不是真题，全是别的题目啊，你要克服的是陌生感跟恐惧感，所以大家一定要大量阅读。这就是为什么老师在初中高中就说过，光读课内是不够的，要大量的课外阅读，加量自己要加。所以大家可以去我的微博啊，朱伟老师置顶也有，去看那3本原刊阅读啊，就至少拿1本《经济学人》啊、Times 时代周刊拿来读啊，里面的文章大量可以帮你提高。好，我们来看这一句 overstate， 2010年 Text 4， 大家看这个句子 ，It was banks that were on the wrong planet， 银行处在错误的星球上，你就可以翻译成银行做错了啊，银行有点扯淡，随你怎么翻，反正消极的含义翻出来，因为有个词叫 wrong。对吧 ？With accounts that vastly overvalued assets， 他们的账户怎么样？高估了资产。你看他们的账户高估了资产。Today they argue that market prices overstate losses。今天他们认为市场价格夸大了损失。然后呢 ，because 原因呢？因为 they 首先要搞清楚这里的 they 是谁。这里的 they 肯定是前面的 market prices。他们认为市场价格夸大了损失，因为市场价格 largely reflect the temporary illiquidity of markets。这里有个词叫 illiquidity， 看到没有 ？liquid， 英国人读 liquidity， 美国人读 liquidity。美国人最后的 ty 不发 ty， 发 dy， 就好像我讲过水，英国人 water 20， 你看20，美国人 20， 然后水 water， 它就这么来了啊 water 啊，所以 liquidity。美式读音 illiquidity 什么意思？非流动性，也就是钱不动了，就是我们中国人现在的通货紧缩、经济困难，对吧？当然了，在国内紧缩，到国外呢，质量好，到日本扫马桶盖，这是中国企业要反思的。这么多年，我们连马桶盖做的都那么不智能，有时候失败在哪儿？你全面落败，就是很悲惨啊！叫 because they largely reflect the temporary liquidity of markets， 因为市场价格主要反馈临时性的、暂时性的 temporary， 比如说临时工就可以叫做兼职员工，临时工叫 temporary stuff。你看叫 temporary stuff， 叫 temporary stuff 啊 stuff S-T-A-F-F， 不是这个词啊 stuff。那是 stuff， 那个词叫做员工，上面这个叫员工啊 stuff， 下面这个 staff 叫做sorry， 上面这个叫物品物件 stuff， 这个 u 发 stuff 物品物件，下面的 staff 它叫做员工啊临时工叫 temporary staff。那么他说 because they largely reflect the temporary illiquidity of markets， 因为它主要反馈的是临时性的市场非流动性。也就是不花钱 ，not the likely extent of bad debts， 并不是反馈什么，并不反映可能的坏账的程度，啊，也就是它不够全面啊。坏账，你看 bad debts， 可能性的程度 ，likely extent 叫程度。写作文经常有个句型叫，在某种程度上叫 to some extent， 打个逗号对吧 ？to some extent， 在某种程度上就这个意思啊。好 ，status， 看看这个词 ，status 叫地位、位置、地位。我们来看 ，However, the justices said that Arizona， justices 在这里怎么翻？大写的，公正，动脑子，肯定是代表一种专门的机构或者群体，所以这个就可以翻译成司法机构、法官、法律体系都可以啊，一国法律机器都可以。Said that Arizona police。亚利桑那州 Arizona， 美国著名的亚利桑那州啊，亚利桑那的警察 would be allowed to verify the legal status of people。那慢慢翻译，亚利桑那州的警察被允许来 verify 核准、核实身份。好，我们前面学过2个确认核准，一个叫 assert， 一个叫 affirm， 这2个叫断定，
还记得吗？断定啊 ，verify 是核查的意思啊。那么跟它最接近的上位概念叫审查，叫 inspect， 记录一下 ，in 往里面 ，spec 看，后面会有专门的串联 ，inspect 叫看到里面去，叫核查啊。To inspect 核查 ，verify 也是这个意思。亚利桑那州的警察被允许来核查 the legal status of people 啊，来核查人们的法律地位，查他的法律身份，查合法身份，干嘛？什么人 ？Who come in contact with law enforcement？ 那些 come in contact with， 认识一个词叫 contact， 叫联系、接触，对吧？我们看小作文当中经常结尾有，你可以通过以下电话号码找到我 ，You can contact me with the following number， 或者叫 You can contact me by the following number， 你可以通过以下的电话号码找到我，就这个意思。所以大家看 come in contact with， 哪怕你云里雾里不记得 contact 有联系接触的意思，你至少认识 with 吧，请把这个思路学到你的骨髓里去。with 介词就足够突出情感。我们前面至少讲过 of、in， 对吧？都点到过。今天我们又认识了一个叫 with， 这一期班讲完，所有介词都可以提完，因为例句里一定会出现。啊，那么 with 的情感是什么？与什么什么有关联？哪怕下次考的是 in line with， 对吧？叫与什么什么有关联，与什么什么保持联系，与什么什么保持一致。你看，在一根线上，所以有个短语叫 keep in line with， 或者 be in line with， 都叫做与什么什么保持一致。keep in line with 或者 be in line with。都一样，同理 ，come in contact with 肯定是与什么什么有交集、有联系啊，所以叫做用来核准一些人的法律身份。这些人干嘛？他们和 law enforcement 法律的执行有关，也就是执法者。come in contact with law enforcement 会去核查那些执法、法律实施相关的人，与法律执法相关的人啊，他们的一些法律上的身份有没有资格做这个事儿，就这个意思。好，继续 assert， 刚刚还提到它，看这个句子 ，The administration was in essence， 你看，首先第一个难度就来了 ，in essence， 到学过一个形容词叫必不可少的 essential， 那 in essence 什么意思呢？感觉差不多 ，in essence 肯定也是跟 essential 必不可少有关，本质上实质的必须的，对吧？就这个意思，因为 essence 就叫精髓，本质、实质、精髓，对不对？所以大家看叫 the administration。行政部门 was in essence 在本质上 asserting that 已经承认，对吧？他们正在承认，他们正在下结论，他们正在说出 because it didn't want to carry out Congress immigration wishes， 由于他并不想要去 carry out 实施，你看 carry out 实施，凭什么 out 出现了 out 有什么意思？我讲过有出来，有出来的意思，同时还有什么意思 out 开启，开始做某事。开始做某事有 out carry out 固定搭配啊，因为他不想开始，不想实施，所以你怎么翻 ？Congress 国会的 immigration wishes 移民意愿，但不想服从于国会的移民意愿。Congress immigration wishes immigration 叫移民，来自于词根，你看迁移移民 migrant 也可以啊，读 migrant 也行，它叫移民，关键加了个 immigrant 叫移入民，比如说我们在中国碰到一个假设啊，越南人加入了中国国籍，他对于我们来说就是 immigrant 移进去的。那如果中国人出去呢？你有一个朋友要去加拿大，移民到加拿大，那他对于我们来叫什么？叫 emigrant。再次体现出这个前缀的作用。e 我说过单词 e 开头等于什么？等于 ex 等于 out， 等于出去的意思，所以那叫移出民 emigrant。但是他到了加拿大。Canadian 加拿大人看到他又是什么 ？You're immigrant, you're an immigrant， 就这个意思。我觉得我讲的非常清楚了啊，所以叫做因为他们不想实施国会的移民意愿啊，移民目的。No state should be allowed to do so either， 别的州也就不应该这么干。你看他说出了这个啊，所以行政部门在本质上说明的是这样一件事啊，所以你看没有一个州。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地区应该这么做，因为 it didn't want to carry out Congress immigration wishes， 因为他不想，所以别的地方也不要这么干，就这个意思啊。来继续 publication 出版 ，That's one reason why we have launched ARC， 这就是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实施 launch， 不是 lunch 是中午饭 ，lunch
啊 ，lunch 是中午饭的意思。那 launch 听读音 ，lunch 中午饭 ，launch on 它完全等于 take off， 飞机起飞开启。你看 take off 起飞开启，我讲过 launch 啊 ，launch a program 启动一个计划，就这个意思。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 launch ark。我也不知道 ark 是干嘛，是一家公司还是一个什么宇宙飞船，没有上下文。假设好，我当然知道，因为文章都读过，我不能剧透，因为你们还做真题呢。我们需要的效果是通过这样一些句子的学习，大家加深对于词在句中环境的影响，并且这些句子都来自于真题哦。那你们对于真题的语感就会逐渐提高。那当然了，更多的句子我埋在了书里面和真题的里面，你们自己去看到时候。那么我们来看看，叫做 That's one reason why we have launched ARC。你看，解释来了，没有疑惑。A new publication， 一种新的出版，一种全新的出版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 ARC， 一种全新的出版物 ，dedicated to the near future，near future， 它专注于未来。你看 ，dedicate 本来叫全身心投入，所以这里都不用这么翻，就叫做与未来相关的。这是一种与未来相关的一种全新的出版行业，也就是潜台词有前景。dedicate 它叫做全身心。这个词通常我们考试考的一个动词短语叫 dedicate oneself to， 它记下来叫 dedicate oneself to， 叫全身心投入做某事。dedicate 这是考研这个级别，在4级的时候我们学的动词可不是它，而是 devote。devote 也叫全身心投入做某事，短语一模一样 ，devote oneself to，dedicate oneself to， 然后被动叫 be dedicated to， 就是这里的用法。A new publication， 它这里只是一个修饰，省略了 that is 或者 which is dedicated to the near future。你看英文不要看到 ed 就以为过去式。这是学英文学的不到家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他看到 ed 就以为是不定式，它其实这里是一个从句啊，修饰，只不过把 which is、that is 这样的被动主谓部分给省略了。所以全称如果语法差的补进去，跟我一样，叫 a new publication that is dedicated to。所以大家慢慢听多了就会了。比如说这里如果出现一个动词突然加 ing， 你发现前面没有 is， 你会觉得这个语法你很熟 ，be doing something。没有 is， 你马上就反应出来，哎呦，这个是省略了，是在做修饰。但是很多人居然看到这个 ed， 他就反应不出来，他马上就会主观的认为，哎，这不应该是被动吗？所以这个就不对，sorry， 他就会主观认为这不应该是过去式吗？这就错了啊！这其实很多时候它是一种被动的修饰，所以应该翻译成which is dedicated to， 它是固定搭配啊，着力于未来的一种全新出版。好 ，Republic 共和党的讲过。12年阅读，我们看 In Wisconsin， 在威斯康星州，对吧？美国的 The unions have rallied 来自于动词 rally， 你看词根中间有个 all， 够了吧？所有人放在一起，这个词叫聚集，等于 collect， 集合的意思啊。所以叫在威斯康星 The unions 联盟联合会 have rallied 聚集了 thousands of supporters， 聚集了大量的支持者 against Scott Walker。Scott Walker 啊，就反对这个 Scott Walker， 你管他是谁？你看到 Walker 你就兴奋，你说老师我知道啊，因为我看过一部片子，美剧叫 TV series 叫 Walking Dead，They are walkers， 很兴奋是吧？好，那反对 Scott Walker 谁 ？The hardline Republican governor， 首先是共和党的政府官员 governor， 看到没有 ？hardline 顽固路线的，那你随便怎么翻，顽固路线的，保守路线的。Hardline 看到没有？铁腕的、强硬路线的，所以怎么翻 ？Hardline 体会到了。再来 flaw， 瑕疵讲过。你看这些句子读多了，慢慢语感就会提高。以后你们听完练练有词课这几十个单元，无论看句子看单词都会轻松非常多啊！跟我继续走，叫 pushed by science， 哎，有科学推动的 ，or what claims to be science。或者那些被叫做科学的东西，这个很有学问啊。我们被科学或者类似于科学的东西推动。Society is， 你看这部分整个放在前面做状语。你看的 push 的 ed， 你不会以为它是过去式吧？那主语在哪里呢？怎么可能一个句子开头就有过去式？那是谓语动词啊，它一定在修饰。所以后面的句子主语 society 才是真主语，你要沉住气。所以整个前面在修饰 society。也就是说 ，society which is pushed by science or what claims to be science， 听懂了吗？叫社会。所以你翻译的时候可以把修饰翻到它的前面，由科学或者类似于科学所推动的社会。
如果这是一道翻译题，就这么翻。这就是中文和英文的差别啊。那修饰在英语当中可以很随意，放前面放后面都 OK。中文呢，只能放前面，所以你翻译的时候要翻到前面去，除非这个修饰过长，它太长了，你翻到前面，整个句子主语前面的修饰词、定语部分太长，你就分2句话。人，特别是这样的一种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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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的人，也可以分2句来翻译啊。由科学或者类似于科学推动的社会 is reclassifying 重新分类。你看 classify 叫分类 ，class 本来就叫阶级 ，reclassifying 重新分类什么 ？What once were considered character flaws。哎，社会怎么样？重新分类那些曾经被认为是 character flaws 性格缺陷 or moral failings 或者是道德问题、道德失败，也叫性格问题、道德问题。方面的什么 as 什么 reclassify something as 来，马上就把结构画出来。谓语在这儿。做人做事有没有格局就看这个，先看结构，叫 reclassify A as B， 就这么翻，对吧？那些科学或者类似于科学的东西所推动的社会，正在干嘛？这种科学性的社会正在重新将那些曾经被认为是道德问题和性格问题的一些东西，重新将它分类成什么？ Personality disorders， 把它认为是一种人性的错乱，或者叫性格缺陷，对吧？你看叫性格缺陷，前面就出现一个词叫 what once， 曾经，他把那些曾经被认为是性格问题或者道德问题方面的一些东西重新归类成人性方面的缺陷，是 personality， 也就是人生来就有的毛病，劣根性 ，akin to， 哇，牛逼的东西来了。鬼才知道什么叫 akin to 呢？你怎么会知道 akin to？ 有词根的人，恭喜你，老师我知道 kinship、kindred。你看有单词量的人就这点优势，他立马可以反映出词根 kin， 叫亲属关系，亲戚等于我们的4、6级当中的 relative。kin 本来就是亲属，你看 kin 叫亲属关系、亲属亲戚 ，kinship 叫亲属关系 ，kindred 叫亲属家族。就是什么4姨妈、三姑太全指 kindred， 因为 dread 叫多，100叫 hundred， 所以 kindred 叫整个大家族的亲戚关系，什么都包括啊，主词都有。所以大家看这里的 akin to 明显就翻译成叫与什么什么相关，又来了。但其实不用这么复杂，就看到 to 就可以了，因为 to 就是来用动作告诉我 from 是什么。来，各位感觉这 from 是这样，叫源自于 to 呢 ，to 叫听你的 ，to 是这样指着你，叫指着你呢。所以 akin to 的意思是什么？它就是听你的，你说了算，受你影响，由你定。所以 akin to 叫服从于，所以你怎么翻？归因于，与什么相关？所以叫他们重新将那些被认为是性格问题和道德问题的东西，重新归类成了一种人格缺陷、人性缺陷。好，什么样的人性缺陷？服从于 physical disabilities， 由于身体缺陷所导致的人格缺陷，也就是中国人我们所说的心理变态。比如说身体，我上课周围上课上的太投入了，突然一下发现上了一半没劲，把自己的腿搬上来，然后断了，然后我由于这个身体出现了问题，我反社会反人类，啊，就这个意思。所以整个句子你看一环套一环，叫由于身体有障碍导致人格有缺陷，你看是这样一种情况，而不是过去的那种所谓认为是性格问题和道德问题，其实是因为心理扭曲。reclassify A as B， 扭到这里来。akin to 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启示，我们又认识了一个全新的介词 to。我前面会讲得非常的慢，后面我的单元大家会惊讶的发现讲得越来越快，因为很多问题在前面交代完了，所以我总是说前20单元你会非常辛苦，我会讲得很细，一点点抠。当然了，有些没懂的也不要担心，后面会有总结，先感觉一下啊。好，继续往下走 ，meaningless 叫毫无意义的，叫 But somewhere from the 19th century onward， somewhere。有些地方啊 ，from the 19th century， 从19世纪 onward 往上的，19世纪往上的一些地区 ，more artists began seeing happiness as meaningless。很多艺术家认为幸福是没有意义的 ，phony or 来告诉我，看到 or 够了，并列关系呗，所以你 phony 直接删掉，你不会，还电话机呢，你疯了 ，meaningless 在前面，所以它一定是类似于这样的消极的含义 ，phony 一定是一个消极词。能听懂吗？所以大家看这些词的意思出来了，叫做很多艺术家把幸福当成是没有意义的，或者认为是 worst of all 更糟糕的 boring， 认为幸福很无聊。As we went from Wordsworth's daffodils， 你怎么会认识一个词叫 daffodils 水仙花？
啊，就好像我们在看 Wordsworth 的从水仙花 to Baudelaire， 你怎么会知道 Baudelaire 是什么呢？ Baudelaire's Flowers of Evil， 它的罪恶之花，从他的水仙花 Wordsworth 的水仙花到 Baudelaire 的罪恶之花，就这个意思。它是指的是全文上下文有一个对于字母的排序，后面你读的肯定不懂，因为没有上下文，不用紧张，结构看清楚了就可以了。啊，我们会认为这很幸福，特别是当我们审视他的水仙花到他的罪恶之花。啊，肯定是有一些比较，在文中有铺垫。Flowers of evil， 好酷哦！啊，这个表达。那么这里的 phony， 你看，它指的就是诡计的意思了，假的，就这个意思啊，虚假，认为幸福是没有意义的，虚假的。phony 叫虚假的，本来的意思叫赝品，虚假。那赝品还有一个叫 shame， 啊，我们学过一个词叫 shame， 羞耻的，叫做 shame 也叫一样。你看，羞耻叫 shame 肯定也不是好东西，也是情感向下，啊，叫无聊的。叫赝品，假的。你看 fake 还有一个词叫假的，这三个都同义词，假的赝品。你比如说 fake flower， 叫假花、绢花，就是我们有时候用的那种人工造的花，对吧？你不能用 unreal flower， 叫不是真的是花，你哪里看不出来啊？对吧？所以大家注意这种词啊，什么 untrue flower， 不是这花不是真的，这一切都不是真的，你变成哲学家了啊！不要乱用词 ，fake 假花啊。记住 phony、shame 都叫赝品，假的，就这个意思 ，fake。好 ，daffodil 也认识一下 ，daffodil 水仙花，认识一下就可以啊，了解一下，不认识也不要紧。你看这考试整个重点都不在这儿 ，daffodil 啊。总理来看下一个词 ，meaningfully 有意义的副词啊，这个简单不多说。你看叫 and the best way to learn how to encode information meaningfully。最好的一个方法来学习如何给信息做有意义的编码 encode， 你看动词典型的构词法 code 叫密码加个 in， 使什么什么编码啊，叫排列组合，就等于那个 arrange 好，最好的一种方法来编排信息有意义的方法 Erickson determined 他认为 was a process known as deliberate practice， 他认为是这样一种过程叫做有意识的操练 deliberate 叫故意的 deliberate 是一个形容词经常考叫故意的有意识的啊，做动词叫深思熟虑，记录一下这个部分，我后面会讲啊。做形容词叫有意识的、故意的；做动词叫深思熟虑 ，deliberate， 后面会讲。那么 deliberate practice 这种有意识的训练怎么样 ？entails， 哎呦，久违了，老朋友，导致我们前面讲过 entail， 导学部分我就讲过 entail 这个词，还记得它吗？叫这种有意识的训练能导致 more than simply repeating a task。啊，它导致什么？它可不仅仅是 more than， 叫不仅仅是超越了啊。这种所谓的有意识的操练，远远不只是简单的重复 ，rather 相反的，哇，酷毙了啊 ！rather 放在开头做副词，打个逗号，你学会了吗？因为我们以前土鳖都是用 however， 来从今开始，接下来半年用 rather， 酷毙了啊！相反的，它不是简单的重复，相反的 ，it involves setting specific goals。它包括设定特别的目标 ，obtaining immediate feedback， 获得即刻的反馈 ，obtain 叫获得 ，immediate feedback 叫回馈反馈 ，obtain 叫获得啊，获得即刻的反馈 ，and concentrating 聚焦 as much on technique as on outcome， 更多聚焦哪里啊 ？as much as 和什么什么一样多，叫在对于技术的专注和对结果的专注方面要一样的多。也就是潜台词，以前只关注 outcome 叫结果，你不要被这个词误入啊，我误会了，很多人被这个词误会了。有个词叫收入，叫 income， 他就会误认为 outcome 叫支出，不对啊 ，outcome 叫做结果啊，注意一下，叫更多对于结果的关注和对于技术的关注和对于结果的关注要一样的多，就这个意思啊。所以来，紧接着顺的很简单啊 ，life 来了，看。These recordings are cheap， 这是11年阅读的 Text 1其中一个句子，叫这些录音 CD， 你看 recording， 录制品对吧？录音 are cheap 便宜 ，available everywhere， 第一便宜，第二哪儿都可以用 available，and very often much higher in artistic quality。那么他们在这个艺术价值方面更高。Higher in 啊，这里有个分隔啊，我们 PPT 做的时候没分开 ，in artistic quality 分开的啊，叫他们在艺术价值方面更高 than today's live performances， 就 CD 啊，比起现场演出，你看 live 做形容词现场 ，live performances 比现场表演艺术价值更高。Moreover， 更重要的是 they 这里的 they 就是前面的 recordings， 这些录音品、录制品 can be consumed at a time and place of the listener's choosing。
它可以依据听众的选择，随时随地被消费。CD 嘛，方便，录制品也不见得 CD 啊，可能是 MP3 都可以啊。好，这是比较了 recordings 和现场演出的差别啊，觉得 recording 好像更顶它一点啊。Live off 依靠依赖，注意这是考研级别典型喜欢考的短语，因为我们4、6级考 depend on 那么简单 ，rely on， 到了这里就考 live off 这么难的了啊，叫依赖依靠。我们来看06年出现的叫 And there are the townsfolk， 哎，有很多城镇居民 who largely live off the tourists， 啊，他们主要干嘛 ？live off the tourists， 他们主要依靠的是旅行者们、游客们 who come not to see the place， 很多人来到这里不是为了看秀、看 play，but to look at Annie Hathaway's cottage， 而是为了看安妮海瑟薇的 Annie Hathaway， 你不要以为是那个 Annie Hathaway 啊。他这里说的是 Shakespeare's wife， 莎士比亚的夫人也叫这个名字啊。But to look at Annie Hathaway's cottage， 来看看她的小村庄、小农庄、小别墅。Shakespeare's birthplace， 莎士比亚的出生地 ，and the other sites， 还有别的景点。有些人是来看景点的，不是来看秀的。你看 live off 要依靠他们，所以当年很多人就死在这个短语上。他以为这里他翻译成叫远离，因为他被 off 给影响了，他以为离开。他们会远离游客，不是这样的啊。Live off 叫靠他们，依靠他们，这就是难点，要背。Federal， 2013年啊 ，Tech 3的一句话 ，In Arizona， versus United States， 在亚利桑那州和美国政府的对抗当中，不会吧？州敢跟政府对抗？开玩笑！你要是奥巴马去Arizona 州去视察工作，你要是州长敢陪同。别人有些直接这个当地的纳税人会来骂你，你不替我们服务，陪什么领导？没有领导意识啊！各个州是高度自治的，何况所以很多时候出现这个州飓风，那个州没有人营救啊，所以这个时候也出现了社会主义也有一些优越性，它可以短期之内聚集人的力量做大事，到最后两个不是平行线，而是一个无限接近的交叉线，有一个点一定最平衡啊！所以你看，地方和政府的对抗当中 ，the majority overturned 3 of the 4 contested provisions， 好，不急 ，the majority 来了，大多数怎么样 ？overturn 叫颠覆，因为你学过一个词叫 turnover 就有颠覆的意思。关键是谁 ？over 把什么反转过来、翻过来 ，turnover。当然了 ，turnover 这个词有很多意思了，比如说它合在一起写 turnover 可以指营业额。turnover 可以指营业额。如果大家喜欢看 NBA， 你注意看那个 NBA 当中失误率失误可以叫 turnover。turnover 有多少失误？有多少失误叫 turnover， 翻转颠覆了嘛，翻牌了，翻掉了，就这个意思啊，搞翻了。所以往下看，关键是上下文，这里的 overturn 肯定就不是什么失误了啊。叫大多数人呢，他颠覆了，他反对，甚至你这么翻都可以啊。他反对 3 of the 4 3/4的 contested provisions 有争议的这些条款 provision 比较难，为什么？很多人都认识一个动词叫提供 provide， 名词 provision 它确实有提供的意思，但它还有一个意思叫条款。这里反对的肯定是有争议的条款，怎么会是有争议的提供呢？不是这样啊，所以叫大多数都反对什么？就颠覆了，大多数的颠覆对着干啊，反对3/4的这种有争议的条款。Of Arizona's controversial plan，controversial 叫有争议的计划。对于亚利桑那州这个有争议的计划当中有争议的条款的3/4，他们都是反对的。好，这个有争议的计划是干嘛 ？To have state and the local police enforce federal immigration law， 让国家和当地的警察，让州警察和当地警察和地方警察，那个 state police 由州警察和地区警察来实施 enforce 实施干嘛 ？federal immigration law 联邦的移民法案。刚刚讲过 immigration。也就是说，关于亚利桑那州这个有争议的一个计划，推出了一个有争议的计划。这个计划是力求让州和地方警察去实施联邦移民法案。结果，绝大多数人对于这个有争议的计划当中3/4的争议性条款都是反感的。你看 overturn 都把它给翻过来了，颠覆过来了，把它翻过来了。所以大家看整个这个句子结构就清楚了，理顺了啊。好，紧随其后 ，mark。贴标签来了，你看 ，America's new plan to buy up toxic assets。你看 toxic， 有毒的、毒害的，记下了啊。Buy up 有意思了，
都学过 buy 叫买，加个 up 干嘛？来，咱们又一个介词出现了。光第一单元就有这么多朋友，你想想看后面有多少期待。所以把这些介词搞定了，一切都搞定。buy 叫买 ，buy up 叫买进。比如说吃叫 eat up 叫把你吃空。I want to eat you up。美国电影里面，包括日本的一些小电影里面，都有女人会对男人说 I want to eat you up。看怎么样的上下文，放在什么样的场景，可能真的是把你吃掉，也有可能是很猥琐的意思啊。所以各位自己去理解，你懂的。尤其岛国 ，America's new plan to buy up toxic assets。美国的全新的把有毒资产，也就是一些有害资产啊、不良资产，所以你怎么翻？全部买进的这个计划 ，will not work 不会发生作用的 ，will not work 不会工作，你怎么会这么翻呢？叫不会起作用的。口语当中经常说很棒，这有用，起作用了，叫 it works， 叫 it works。起作用了啊！叫美国的新计划去买进这些有毒害的资产、有害不良资产的这个计划不会发生作用，除非 banks mark assets to levels， 除非银行把这些资产贴上一个这样的标签，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不要这么翻，像中文如果是考试撸顺就可以，除非银行给予这些资产达到这样水准的一个定价 ，which buyers find attractive。对于消费者有吸引力，所以你直接翻，除非银行定一个，把这些资产定到一个对于消费者有吸引力的价值，你看就可以了啊。你看 mark 给它贴标签、标志，不需要啊，翻得这么复杂。assets 可以 marked， 你看2014年的翻译题，它 there is a marked difference， 就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你不会翻 marked 就不翻都可以得分，因为翻译的关键是全部句子结构理顺，只要意思不反，修饰部分带到就可以得满分，听清楚。所以放弃翻译的是很可惜的。听完我的课，翻译肯定可以解决啊，写作部分的句库也能解决，阅读长难句也不是问题，词汇更不是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听啊。像这里有个显著的不同 ，between the education which everyone gets from living with others， 在什么样的教育啊？每个人 gets from living with others， 在和别人共处的过程当中学习和受教育。And between A and B， 这句话就翻译成在 A 和 B 之间是有巨大的不同的。好 ，A 是什么 ？A 是叫做 education which everyone gets from living with others， 每个人在从和别人的共同相处生活当中获得的教育。还有呢 ，the deliberate educating of the young， 对于年轻人的故意的、设计好的，刚刚讲过 deliberate 叫处心积虑的、设计好的，对吧？故意的、有意识的。一种是对年轻人有意识的教育，比如说中国这种洗脑、灌输，对吧 ？infuriate something, infuse something to your mind， 植入，对吧？还有一种叫什么？通过生活经验相处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You should learn something by yourself. Mistakes are the greatest mothers of success. The mistakes learned is the good class in this universe. 宇宙当中最好的课就是犯错，对吧？所以大家看到整个这个句子之后，大家看 the deliberate educating of the young， 就这个意思啊，叫做这两种教育是不一样的。一种是对于年轻人设计好的教育，啊，处心的教育、处心积虑的教育、设计好的教育、有意识的教育。第二种是让他们自己在共处当中获得的教育。你看很清楚，这两个不一样。Systematically 系统的。来了，09年 Test 2 Databases 数据库 used by， 我希望你们从今天开始看到这样的词停顿一下，问问自己它是不是过去式，就看后面出现一个 don't 就不要再犹豫了。那主谓宾肯定在这儿 ，Databases don't rely on data， 叫这些数据库并没有依赖这样的数据，后面又出现一个 collected， 都在修饰。大家跟我一样，在书上可以画箭头。你们跟我每天就这么走几遍之后，句子就会越看越顺啊。所以翻译的时候把后面的翻在前面，叫 used by some companies， 叫被一些公司所应用的数据库，叫一些大公司所应用的这些数据库，并没有依靠什么样的数据啊 ？collected systematically， 并没有依赖那些被系统整理过来的数据 ，but rather 而相反 lump together information， 他们搜集信息怎么样？你看 lump together， 你怎么会认识 lump 叫一大块呢？做动词叫聚集、搜集。刚刚学过一个词叫 bulk， 叫大块。一个形容词叫 bulky， 大量的、大块的，还记得吧 ？bulky bull Chicago Bulls 我讲过，牛，公牛，巨大的、庞大的 bulky， 它也叫大块啊 ，lump 也叫一块，不用管它 ，lump together 有谁？各位 lump together 有谁？
有 together， 搞定了。所以这 R 是通过什么 lump together information from different research projects， 通过对于不同的研究项目的一种搜集信息，不同研究项目的信息的搜集，而不是系统的信息数据库啊，是从不同的项目当中搜集来的信息。你看 rather 而不是相反，在这里啊，所以大家看句子结构清清楚楚的，亮点就在这个地方啊，两个修饰。好，继续往下走 ，stress 叫 because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这种代表性的政府，民选政府，所以你怎么翻 ？representative 代表，三个代表叫 three representatives 啊，因为这种代表性的政府，干嘛 ？presuppose 你看就不用紧张，学过一个词叫 suppose 叫假设 ，pre 呢，基本功再弱也知道 pre， 像这样的东西，元音怎么换都不要紧，叫提前、前面、前提，对吧 ？presuppose 叫提前假设，所以叫因为代表性的政府会提前假设 ，and informed citizenry 不要紧张，你认识公民叫 citizenry 也跟公民有关 ，inform 刚学过一个词叫信息 information，informed citizenry 什么意思？被信息通知的公民，不要怎么翻，就是脑子里有各种信息的公民，什么意思？知识渊博的。有文化的，所以怎么翻啊？所以叫做代表性政府会提前认为这个社会上的公民是有文化的，和提前假设一种有文化的公民素质，就是社会公民文明程度有这么高，就这个意思。他们会认为社会文明程度已经够了。The report supports， 于是这个报告 supports full literacy。你看，因为这种政府他认为社会公民应该有文化，所以他们发布了一个报告，支持 full literacy， 要完全有文化。要推进文化 full literacy， 刚刚讲过逐字翻译叫 literal translation，literal literacy 就叫文化。第一，要有支持全民教育啊，全部有文化。stresses 强调，来看这里做的是动词，而不是名词，看出来了吧 ？stresses 强调 the study of history and government， 强调关于历史和政府的研究。Particularly American history and American government， 特别是美国历史和美国政府，有什么好研究的？历史那么短。And encourages the use of new digital technologies， 并且他们也鼓励使用新的数码技术 digital， 你看 technologies， 清清楚楚的结构啊，大家看整个这个部分对于前面的使用，无论是 support、stress、encourage， 都在暗示你这三个是并列关系，这三个结构都是往前推动的。你看分号也出卖了它，都是三个并列，所以这三个词怎么都是同义词。在考试里面、考场里面，哪怕你不认识 stress， 都要大胆推测，它跟 support、它跟 encourage 是同义词，而绝对不是消极词，都叫做鼓励、推动、支持、强调。你看，听懂了吗？这就是会读的人啊。好 ，stressed out 讲过啊，叫被压垮、太紧张。那这里的 out 加深了程度。08年 Text 1叫 In several of the studies， 在大量的研究当中 ，when stressed out female rats， 当那些已经崩溃的母老鼠 female rats had their ovaries， 你看 ovary 你当然不认识什么叫 ovary， 看 the female reproductive organs， 女性的再生殖的器官不就是子宫吗？当这些崩溃的母老鼠 have their ovaries removed， 把它们的子宫给割掉、移除掉 ，their chemical responses， 它们的化学反应 become equal to those of the males， 它们的身体的化学反应居然和公的老鼠就变成一样的了，和雄性老鼠就变成一样了啊！雌性子宫割掉就一样。同理可得，男人也会跟女的一样啊。好，那么前面讲的很慢啊，就是想让各位去好好体会一下。那么大家可以如果好好品一品咱们的第一个单元，就会发现料很足，全干货，不扯淡啊。那么各位好好去看，我们进入第一部分的测试，一定要做。记住我讲过，前面10几20个单元，难到你们必须出错，别紧张，错。现在错是为了以后不错啊，所以我整个课难度会拔高，大家好好听，听完之后我们第2单元再见。